聂儿，娘亲进殿，行过礼，让我屏退众人，便忍不住拉住我的手。聂儿，赶快救救你爹爹和2个哥哥，如今朝中都是在弹劾他们贪墨之罪。我大吃一惊，忙问何等贪墨之罪？有多严重？你爹爹说是3年前朝廷修河堤的银款，若真的追责下来，轻则抄家流放，重则性命不保。什么？我不由提声说，爹爹和哥哥怎能如此胆大妄为？朝廷修河堤的钱也敢私吞？聂儿，娘亲的眼泪流了下来。现在再说这些也无用，你爹爹哥哥都知错了，你快想想办法救他们。这要我如何想办法？我呆坐在椅子上，一时心乱如麻。我如今在宫中当真是如履薄冰，虽说是太后，可无半点权柄，一切行事都要咬人鼻息。爹爹和哥哥们犯了这样大的事，这要我如何去救？聂儿，见我发呆，娘亲更加焦急。你去求太皇太后啊！娘亲，你明知太皇太后向来不喜我们家，还要我去求她，又有何用呢？你不去求，怎知没用？况你父兄出事，梨儿没了母家依靠，皇位又如何能坐稳？聂儿，你果真不如你姐姐，若是叶儿还在，怎会像你这样见死不救？我不忍再看娘亲脸上的怨恨与失望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吐了口气。娘亲，你放心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不要，也会护着灵儿，救爹爹和哥哥们的。那就好。娘亲似安心不少，目光阴阴的看着我说，那我先回府等，你要快点啊。送走了娘亲，我脱簪解发，这白衣，一副最富的打扮前往寿春宫求见。这次太皇太后见了我，她端坐在上首，看着跪在殿下的我，眼中全是淡漠与厌恶。沈爵也在，站在她身后，垂着眼，看不清脸上表情。谢念卿，你堂堂一宫太后，穿成这个样子，成何体统？母后，儿臣的父兄有罪，特来向您请罪。哦，太皇太后斜了我一眼，谢家出了事吗？本宫都不知道，你又是从何得知的？说完又看沈爵，沈爵，究竟是谁给万宁宫传的话？你去好好查查。是，臣记下了。今日我娘亲进宫，掌着内廷的太皇太后和沈爵不可能不知道，现在却在这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只为给我难堪。可我已顾不得这些，伏跪在地求他。母后，求您了，网开一面，对我父兄从轻发落，儿臣必将报您大恩。放肆！太皇太后的手重重拍上了桌台。谢念卿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后宫不得干政的组织不知道吗？本宫念你初犯，罚俸3月，给你留着点体面。若再有下次，家法伺候。母后，我还想再求，他已经不耐烦，挥了挥手，来人，送太后回去，以后不许她再进寿春宫。回到万宁宫，我默默一人坐了整天。我曾跟娘亲说，就算自己不要性命，也要救爹爹和哥哥们。可现在我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在太皇太后眼中，草芥都不如，死在这宫中也不会有丝毫的水花。娘亲说的没错，我这般无用，确实比不上长姐。正在胡思乱想的绝望中，殿门被推开，有人静静走进来。烛火将那人影子拉得极长，印在地上，飘飘忽忽的。娘娘，真有些东西要给您看。沈爵说着，将手里的几份折子递过来，我茫然接过，打开匆匆扫过，全都是弹劾我谢家的奏折，字里行间满是彻查严惩，以儆效尤，看得我止不住全身发抖，一不注意，奏折纷纷掉落在地。娘娘，沈爵笑了笑，他笑起来很好看，平日淡漠的五官也染上几分生动，只是眼睛还是那样冷。求太皇太后没用，为什么不再来求臣？这没准能帮到娘娘。玉惊醒梦中人，确实，他是掌印，有披红大权，前朝递上来的折子都要他先过目，如今我父兄性命确实攥在他手中。督公，求你。我说着便屈膝要跪下，他却一把拉住了我。娘娘，这次事大，要换一种求法了。督公想要怎样，只要我能做到的都可以。他忽然抬手抚上了我的脸，目光沉沉，带着我完全不懂的晦涩。臣想要娘娘。我一下愣住了，过了许久才明白他的意思，忍不住后退几步。他见我躲开，也并不在意，只轻描淡写的说，若娘娘不愿意，觉得臣一个内奸会脏污了娘娘身子，臣也不勉强，那臣便告退了。说完转身就要走，我一个机灵，顷刻便缓过神来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督公。他听到我叫他，又转过身来，只盯着我看，上挑的眼尾微微泛着红。我缓缓把手放到衣领的带子上，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开，而他似乎极有耐心，并不说话，似是在等着瓮中无法逃脱的猎物一般。自己明明想着豁出命去救爹爹和哥哥们，可如今这般却比不要性命还难。我紧咬着唇，渐渐感觉到口中弥漫开血腥味。谢念卿，
认了吧，这就是你的命。我哆哆嗦嗦的解开了外袍的扣子，又缓缓脱下了中衣，我全身抖着环抱起双臂，好冷。他站在我对面，静静看着，始终面不改色，然后走近拉他的手臂。求你去床上熄了灯，这是我最后的一丝尊严和羞耻感。他良久沉默不语，最终叹了口气，便要转身。我想起他说过的话，生怕他不满意反悔，仓皇的拉住他的手。督公，别走，我可以的。说完，眼中的泪再也忍不住，簌簌滑落。别哭。他抬手擦了擦我的泪，便俯身吻了过来。平时他的薄唇总是抿着，带着薄凉，可吻下来却柔软而温暖。我小心的回应着他，想迎合他，讨好他。他的手托着我的后脑，吻了良久，然后躺在我身侧，为我掩好被子。很晚了，娘娘睡吧。我还惦记着求他的事，忍不住说，督公。他将我揽进怀里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背。娘娘的事，臣应下了。他终于答应了，我长出一口气，靠在他怀里不敢动，生怕会惹到他。上一个夜晚躺在我身边的男人是刘芷，他身上永远一片冰冷，即使隔得远了也仍能感觉到。而现在沈爵的怀里却是那样的暖，许是这后宫太冷太难了，哪怕是他的温暖也让我忍不住想靠近。我胡思乱想着，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第二日醒来，沈爵已经离开了。不出几日，有消息传来，谢家贪墨的银款已被追回，我父兄被削了爵位，但免去了牢狱和流放之苦，这真的已经是他们能有的最好的结果了。我收到消息那天，司礼监的小太监送来一个盒子，说是沈爵特意交代给我的。打开看，里面是一只白玉发簪，精雕细琢，实非凡品。我不明所以，只能小心收好。有过了2天，寿春宫传召我过去。此次太皇太后并没有为难，对我尚算和颜悦色，只说了说我谢家的事，又告诫一番，便让我退下了。我带着柳叶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沈爵，他仍旧是那身装束，从衣领到下摆，连头发丝都不曾有一丁点凌乱。自从那晚后，我便没再见过他。此次突然相遇，觉得全身都不自在，想转路避开他。娘娘，他却将我叫住，他使了个眼色，立马周围的人连带柳叶都一起躲远。他上下打量了一会儿，臣送娘娘的簪子怎么没见娘娘带过？督公送的东西太贵重了，我实在受不起，改日还是还给督公。我低着头，小心应答。他笑了一下，和颜悦色的说的话却让我胆战心惊。臣竟不知道娘娘是如此的过河拆桥，求着臣的时候怎样都可以，如今没事了，又急着跟臣撇清。督公想要如何？他的声音太冷，让我忍不住害怕。臣也不过是个奴才，又能把娘娘如何？他此言一出，我惊得几乎站立不住。那日我和柳叶在殿中说的话，果然被他知道了。他扶了我一下，隔着衣衫仍能感觉到他掌心的温度。娘娘小心，若再受伤，那更是臣的罪过了。当晚我一直觉得心神不宁，惴惴不安，正准备宽衣就寝时，沈爵走了进来。督公，我顿时睡意全无，直愣愣的站起来看他。他并不说话，直接走过来抱起我扔在床上。我挣扎着要起来，他一手擒住我手腕压过头顶，另一只手扯我的衣领。沈爵，我失声叫出了他的名字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将唇凑到我耳边，轻轻叫了一声青青。青青，这一声带着温柔缱绻，似是情人间亲密的低喃。长这么大，还从不曾有人这般温柔唤我，一时让我停止了挣扎。青青，他看着我，眼中似淌着一池诱人沉溺沦陷的春水。你一个人在这宫中很难吧？不然为什么你的手总是那般冷？以后你乖乖的跟着臣，让臣来护着你可好？年关将至，宫里渐渐忙了起来，各藩王都会回京朝见，自然也有太皇太后的次子平王刘桢。这几日，任谁都能看出太皇太后的心情很好，连对我也有难得的笑意。这晚夜已深，我还守着烛火边等，门终于开了，沈爵走了进来，见到我有些惊讶。怎么还没睡？我起身过去，为他脱下朝服，解开束发。他静静看我忙完，伸手将我揽进怀里。青青，最近宫里事多，以后不要等我到这么晚了。那夜，他贴在我耳边轻轻说，你一个人在这宫中很难吧？以后让臣来护着你。我忽然哭到不能自已，几年了，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，你必须要保住谢家，你一定要护好灵儿。谢家垮了会如何？灵儿出事了会怎样？却从没有人在意过我会如何，我将怎样？我只是一个被操控着维系各方利益的棋子罢了。他是第一个说我很难，说要护着我的人。我像是个绝望挣扎中可及的人，终于遇到了一滴滴的水，哪怕就是鸩毒，也甘之如饴。我贪恋着他的那丝温暖和若有若无的温柔，点头答应了。从此，他几乎每晚都来万宁宫，也全靠着他在宫中能只手遮天。司礼监掌印每晚宿在太后宫中，这种宫闱丑事却悄无声息。那些知情的宫人也都置若罔闻，三缄其口。今晚沈爵确实累了，抱着我很快睡着。熟睡中的他卸下了平日那种逼迫人心的冷漠疏离，比刘芷、薛景川和我的哥哥们都要好看。他本生的眉目俊朗如画，只是在这宫中久了，染上了阴沉和薄凉。太皇太后殷盼了许多天，平王终于进宫了，带着他的王妃薛景宁。家宴上，太皇太后喜不自禁，连连招手。我知情识趣的坐到了远处，将主位留给他们。薛景宁看我一眼，并不说话。宴会一时热闹非常。
而我只留意着灵儿，她年纪还小，天一晚便有些困倦，准备离席。太皇太后正和平王夫妻聊得在兴头上，也不在意，挥了挥手让灵儿先走了。我见状连忙向她请求送灵儿回去，她心情正好，也允了。难得能与灵儿单独相处，我一路牵着她，问了生活起居，又叮嘱了许多，将灵儿送回承乾宫。我行至定坤湖，见月色正好，便不愿马上回宴席，就缓缓随意走走。谢念青，有人直呼我姓名，回头一看，是薛景宁。他几步走了过来，脸上的桀骜和不屑与他寿春宫的姑姑是那般如出一辙。你们谢家真是好手段，姐姐死了，妹妹顶上，就要霸着这中宫之位。我不欲与他做口舌之争，只淡淡说，平王妃，本宫有些口渴，想回宴席饮些水，就先走了。他却一把拉住我，就你也配在我面前称本宫？接着又四处看了看，忽然冷笑了起来。既然你渴了，那就去湖里喝水吧。说完，竟要把我往湖里推。此时正值寒冬腊夜，湖水冰冷刺骨，掉进去不死也会没半条命。我死死抓住他袖子不肯放，他仍是用力推我，却脚下不稳，一个趔趄向我扑来，两人一起落入水中。救命！救命！薛景宁大声呼救，我也不住挣扎。很快有人赶来，我看到那人暗红色的夜洒上绣着张牙舞爪的马，是沈珏。他很快游了过来，搂住了薛景宁，将他带回岸上。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，有些发愣，一时忘记了挣扎。还好沈珏身后跟来了其他人将我救了上来。一向麻利的司礼监小太监拿来了沈珏的大氅，他极快地披在薛景宁身上，紧紧地将他搂在怀里。阿菊，薛景宁指着一旁冷得不住哆嗦的我，是他把我推进水里的，你带他去慎刑司为我做主。景宁，他并不看我，只说，她毕竟是当今太后。阿菊，你变了。薛景宁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以前在薛府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的，我说什么你都答应的。景宁，他的声音有些无奈，却有着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。别闹了，先去暖阁里换衣服，当心着了凉。说完，他抱着薛景宁离开了，自始至终都不曾看过我一眼。我瞬间明白了，为何他20岁出头就能做到司礼监提督兼掌印，为何他能成为太皇太后最倚仗的心腹。原来他本就出自薛府，薛家上下因长姐的事，一向是我谢家为眼钉肉刺。他说他要护着我，而我竟然真的相信了。娘娘，闻声匆匆赶来的柳毅忙将衣服裹在我身上。娘娘，奴婢扶您回宫。我在柳叶的搀扶下缓缓向万宁宫走，半路却被寿春宫的长侍嬷嬷拦下。娘娘，太皇太后召您过去。姑姑，娘娘浑身都湿透了，能否等回去换了衣服再去？柳叶开口恳求。太皇太后急召，娘娘不要让她老人家等。柳叶还想再说什么，被我拦住。来到寿春宫，太皇太后位于正座，看到我，眼风凌厉如刀。跪下。我缓缓跪在殿下，全身冷得止不住发抖。谢念青，女儿说你故意推她下水，你可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拜了一拜，启禀母后，儿臣并没有推平王妃。没推，那你的意思是宁儿陷害你了？儿臣并无此意。我盯着地面，只觉得冷得五脏六腑是都要冻住了，突然心灰意冷，不愿再解释什么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？谢念青，不要觉得本宫不能把你怎样。沈珏，去将祖宗家法拿来。太皇太后。沈珏的声音传来，平静无波。此事正值年关，动了家法见了血光，恐不吉利。太皇太后似有些犹豫，一时沉默。姑姑。突然门外传来一个声音。姑姑，川儿来看您了。川儿。太皇太后见到来人，高兴起来。快让姑姑看看，你终于肯从那个什么北疆回来了，吃苦了吧？姑姑。薛景川看了看跪在地上不住哆嗦的我，眸光闪烁。川儿今日刚进京，宁姐姐也回来了，本是喜庆的事，姑姑看在川儿的面子上，就别罚她了吧。也好。太皇太后扫了我一眼，今儿看在川儿的份上，不与你计较。你回万宁宫禁足，没本宫的旨意不得出来。万宁宫长侍宫女伺候不周，罚到浣衣局去。我回到万宁宫，当夜便高热起来。柳叶去了浣衣局，我也暂时无力救他。宫里其他侍婢太监，因着今日太皇太后震怒，谁也不敢去传太医。我烧得迷迷糊糊中，感觉被人扶起喂了水，不多时，又有汤药送到嘴边。我喉咙又干又痛，吞咽地很慢，那人却极有耐心，一点一点将药喂完，又将我抱在怀里。我感觉有了一丝力气，伸手将他推开。沈珏，你以后不要再来了。青青。他握住我的手。你是在怪我吗？我摇了摇头。我有什么资格怪你？你本就是薛府的人，我知道因为薛景宁，你恨我长姐。如今长姐不在了，你的恨只搓磨我一个人就好了，不要牵连灵儿和谢家。娘娘。他的声音冷了下来，又唤我娘娘。娘娘以为臣一直都是在搓磨你吗？
我不说话，只看着他，他笑了笑，目光冷战战的。娘娘还不到18岁吧，终究是小了些，在这宫里的时日太短了，不知道宫中那些搓磨人的手段。他的样子让我有些害怕，但却连躲开的力气都没有，似乎呼吸都变得很是艰难。我靠在床边无力的喘，全身火烧般的难受。沈爵终是没再说什么，只轻轻扶我躺下，掩好被角。娘娘刚刚吃了药，睡会儿吧，臣在这里守着你。许是那晚落进湖里被冻得太狠了，这场病来势汹汹，沈爵将太医院的御医挨个请了个遍，吃了一碗接一碗的药，仍是反复高热不退。沈爵仍旧每晚都来，有时烧得厉害，他便整夜不睡看护着我。我只觉得整日头痛、喉咙痛、胸口痛，实在没力气理会他，更没精力去猜他的心思。这日我正在床上躺着昏昏沉沉，殿门被推开，如今我被禁足，这万宁宫除了沈爵也不会有其他人来。阿念，你竟然病成了这样！床边传来了薛景川的声音。小侯爷，我忙勉强支撑着坐起。你怎么来了？